气里灰尘，不要实现。麻木只熟悉的气息正在蔓延，无所谓的脸一成也不变，仿佛生活出现了缺，皆不会从前。刹那间，一切变得很荒野。伤痛划过指尖，来不及耶。一转眼之间，我已无法改变。好像是手脚绑了线，却视而不见。寻找平衡点，我不要人生只剩下庸俗的纪念。需要给我点空间，可以选前，给我点时间，找回从前。不相信再失去知觉。嘴角踏见熟悉却麻木的气息在蔓延，无谓的脸，表情一成不变，心推手不前，心走得比时间快，开始看未来，仿佛所谓爱情都是因为寂寞在作怪。空气里会沉溺，终或无聊，视线仿佛连呼吸都快窒息，带点腐坏的感觉，我只想逃离这个压抑的世界，希望有一天让我找回平衡点。等你跟大明星的照片登出来，那时候放大挂在店里面，到时候大家知道你才是这里的老板娘。佳琪，我多希望你现在就在我的身边。以前，每当你看到我士气低落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办法鼓励我，让我破涕为笑，让我更乐观地去面对未来。可是，你现在又在哪里呢？妈咪，这么晚怎么还跑来呀？突击检查啊！什么突击检查啊？看看你有没有劳累过度啊！你看我一来检查，就给我逮着了。现在都几点了，你还在这里抹地呀？这是我每天的运动，这样就可以省得上健身房的钱。你做了我30年的女儿啊，我却从来没有这样折磨过你啊！你看你，一身的汗臭味，还有油烟味耶。我当成是另一种香水啦。拜托，你知不知道你说这句话让我只想掉眼泪呀？哦，那好吧，来，我撒样一下。哎，你不要碰我，我一身可都是名贵香水哦。哇，你很现实啊。是啊，我这个人就是这么现实的。就不知道为什么会生出你这么笨的女儿。我很笨吗？是啊，超级的大笨蛋。好好的一个精致玉叶，却要泡在汗臭味和油烟味中，到最后啊，可能搞到还里外不是人，落得一无所有的下场。怎么，被我点中死穴了？哼，才没有啊！我现在已经一身本领，刀枪不入了。怎么啦？你哭了？没有啊。那为什么眼睛红红的？哪有啊？小姐啊，需不需要我拿镜子给你照一照啊？有烟熏的啦。你呀，迟早变成火眼金睛的孙悟空啊！这一件快乐鱼啊，就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了。没关系啊，那我很快就可以像孙悟空一样，懂得72变。哼，你能变出什么花样啊？嘿，现在的我啊，已经懂得炸鱼、烤鱼、做沙拉和煮汤啦。你看看你的手，皱巴巴的。刚才泡在水里洗东西啊。天哪，你这个是什么啊？切菜的时候不小心。喂，那这个又是什么啊？不要那么紧张啊，只是烫伤而已嘛。不行不行，我不能让我女儿在这里受苦的。我都不觉得苦。你肯自讨苦吃，我却不忍心看你受苦。你马上回去收拾东西，跟我回去。妈咪，拜托了。女儿啊，你这又何苦呢？为人妻，你问心无愧啊。
为人媳妇，你也尽了本分，你这样牺牲值得吗？女人的青春比男人短啊，男人一过30啊，如虎添翼的，女人一过30，江河日下了。你在这里多熬一天啊，就是浪费多一天，能熬出什么呢？怎么，想等20年后变成另一个罗太啊？妈咪啊，明天你有没有空啊？干嘛？突然岔开话题，我还有很多话还没有说完呢。明天早上呢，我要开会的，中午有个午餐约，下午3点我要去护肤，晚上的时间陪呢女儿吃饭呢。 ？OK， 那我牺牲男朋友吧。那好，明天下午呢，我就陪你去护肤，晚上呢就回来这里，我亲自下厨做给你吃。唉，你还不死心啊？我需要你的支持啊！谢谢你啊，陪我出来还要你请客。没关系啊，你平时有什么消遣啊？没什么啊。我回去都很迟了，有时候看一下电视，看一下书就睡了，那不是很闷吗？习惯了。你跟我哥拍拖的时候，常常去哪里啊？听说我哥哥很节省，我猜想他一定是带你去海边啊、公园，那些情侣的圣地，又罗曼蒂克又不必花钱。佳倩啊，有没有人告诉你，你很酷？我来了3天，好像还没看过你笑。有什么好笑的啊？你笑起来一定很漂亮。你应该多笑，你笑起来很漂亮。佳倩，文杰，我不是文杰，对不起啊，你在想我大哥？不是啊，时间不早了，快点吃，回去睡觉了。佳倩，你也是年轻人，不要死气沉沉的。走吧。喂，去哪里啊？阿烈，阿烈啊！哎，你怎么跑回来了？哼，是不是忘记带东西啊？不是啦，文轩有没有回来啊？没有啊，他关了店之后就跑出去了，到现在还没看到踪影啊。你有没有他手机的号码？没有啊，干什么？我们刚才去了一间 disco 啊。你跟他 disco？是啊，他说要四处看看，又说想要见识一下这里的 disco， 我们就去了。去到那边人很多，走着走着他就不见了，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他啊。我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啊，他一定是泡到女人啊，把你都忘了。亏你也这么紧张，跑过来这里找他。你不要胡说了，我是怕他出事了。他拜托啊，他这么阴险狡猾，会出什么事？你怎么这么说他呢？不是咩？他今天要去对面放火烧店，不是阴险是什么？还偷偷跟你约会，不是狡猾是什么？好了好了，人家是新来的，你不要老是欺负他了。我哪里敢？哎呀，你不用担心啦，我肯定啊，他是跑去风流快活了。我看他啊，连自己姓什么啊，他都不知道啦。我看你还是早点回去睡觉啊。好了，那他回来，你叫他马上打电话给我。嗯，好了。二嫂，耶，你回来了，几点了2点多了，这么用功啊？看书看到睡着了。我在等你啊。哇，不用牺牲这么大吧？我跟大姐吵架都已经习惯了，你也应该见怪不怪了。你早点睡吧，明天一大早还要去拿鱼。午餐的时候已经公司订了30个位置，有的忙了。那我可以陪你去市场的拿菜拿鱼，店我就不回了。干嘛？刚才大姐只是说气话，你何必当真？她说气话，她就是一直对我跟三姐不爽。这件事我不会让她独断独行的。哎，算了啦，反正我的理想又不是当厨师。当初我留下来的原因，是因为我不想看到大妈留下来的快乐鱼完蛋。不过老实说，我能帮的忙也不多了。
现在有你跟未来大嫂在店里，正是我走的时候啊，所以你不要再勉强我留下来了。那你有什么打算？再回去演戏啊？我也没有想这么多。我真的很怀念大妈跟二哥在的日子，但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好了，我先睡了，你早点睡啊，晚安。晚安。喂，起来！烈哥，我刚回来啊，累死人了，让我睡多一下子啦。你昨晚跑去哪里？跑去 Happy 咯。哎，我认识了泰国来的2个辣妹，她们辣到像东洋树一样，改次介绍给你。起来！你把佳倩丢了，自己去 happy， 你知不知道佳倩四处在找你啊？她来找我干什么？我叫她先走了啊。她以为你不见啊。是吗？我真的叫她先走的，可能是因为太吵，她没有听到啦。烈哥，我真的是很累了。哎，你明明知道佳倩脚不方便，还带她四处乱跑，而且好去不去 disco 那种地方，佳倩最不喜欢吵吵闹闹，你懂不懂？烈哥，你太不懂女人心了。他们整天说讨厌这个讨厌那个，等你让他们尝尝一点点滋味，他们就说啊，我爱，我爱。喂，发生什么事了？没事没事。阿烈，你是不是又欺负他了？我哪里有啊？我只是……佳倩，不要怪烈哥了，是他看到我在睡觉，拉我起来喽。不过呢，烈哥太 fit 了，轻轻一拉，我连站也站不住了。哎呀，还好，我的鼻子没有事。我小时候啊就有这个毛病，很容易流鼻血的，有时候流到进医院呢。烈哥，以后你出手的时候小心我鼻子啊。你说什么？喂，你那么大声说话做什么啊？赶快把那些东西收拾一下啊！让开！文雄啊，你昨晚跑去哪里？我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你。我也是找不到你啊，可能人太多挤来挤去的，一转眼就看不到你了。我怕你碰到危险，还跑后巷去找你呢，结果被2个人打抢。哎，你刚才不是说碰到2个辣妹？没错啊，是2个辣妹。他们说啊，如果我不把钱和手机给他们，他们就说我非礼他们了。哎，你刚才你可不可以让文雄把话说完啊？本来我是不想理他们的，不过呢，其中一个辣妹真的是大喊非礼啊！我不想惹祸上身，就把我钱和手机给他们喽。结果我连搭的士、打电话钱都没有，只好一路问，一路走，走到早上5点才回来到这里。佳倩，你不要相信他，什么辣妹打抢，我看你是跟辣妹胡搞才是真的。佳倩是他自己刚才说的，什么跟2位辣妹去 happy， 还说他们哇辣的好像tom yum soup 这样啊。烈哥，你真的是听不懂我的言外之意啊！我说我昨晚福星高照，碰到2位辣妹，辣到像泰国的东洋树一样，我不投降也不行了。结果是他们 happy， 我却 no money， 这叫自嘲，你听得懂吗？什么自嘲？我不懂你说什么屁呀！自嘲就是，不懂跟你怎么解释了。不懂就是说你在说屁话啦！阿烈，你有完没完啊？那边还有一堆东西，你不会推进去啊？那么多话。文雄啊，那你有没有事啊？没有事，只是走到2腿发软喽。现在时间还早，你多睡一会儿吧。不必了，我以为新加坡治安很好，没来到3天就碰到这种事。人没事就好了。除了手机之外啊，你借我的钱也被抢走了，真倒霉。
你把钱都带出门了？是啊，我不知道店里安不安全。有一次啊，我看到烈哥偷看我背包，问我他在看什么。喂，你说什么？你以为我听不见啊？我什么时候开过你的背包 OK， 算是我看错。OK， 你再乱讲，我打死你！我跟你讲，阿烈，你不要整天喊打喊杀的好吗？他冤枉我嘞！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啊。OK， 我跟你说 sorry。你不要跟我假。烈哥好像把我当仇人，尤其是啊，他知道我约你出去之后，就对我特别凶。他在追你。你不要管他。那这里有一些钱，你先拿去吧。不了，我刚拿了你的钱。你身上没有带一点钱怎么行呢？拿去吧。啊，不必了，我会想办法的啊。佳倩，真的不用了。文雄啊，这些钱你就拿着吧，拿着。那谢谢你了。你保重哦。喂，干什么啊？烈哥，你不要再打我了，以后我不说就是了。阿烈，你有打他啊？我哪里有打他？你还说没有？这么耍流氓，你出去啊！出去！出去啦！雅姐莫妮，哎，早吧。你今天早上有没有看到兰娜？没有啊，娜娜怎么了？哎呀，她昨天晚上整个晚上没有回来啊。她偷拿我的皮包去卖，我一气之下就打了她一巴掌，她就跟我耍性格，搞到离家出走，还说要报警抓我。我原本以为她是大小姐性格，会挨不了一个晚上，怎么知道她今天连学校都没有回去？那你没有打电话给他？打了，他手机没开 ，SMS 又没回应我。哎，雅姐，你帮我一个忙，你每隔半个小时呢，帮我打她的手机，我就不相信她会忍那么久不开她的手机。那如果她听你的电话，你就帮我劝她，你跟她说啊，你跟他说，他妈咪不生他气，这样马上回家。哎，还有，你叫她跟我道歉了哈。哎，走了。哎，你们要去哪里啊？哎呀，今天我们的辣妹洗车队正式营业，风水先生说一定要8点58分开张才会大旺特旺的。哎，拉娜的事就拜托你了，谢了。麻烦你了哈。放心吧。你好亮。哎，来呢？当我是透明的。现在的人呐，为了名为了利，什么都是可以放一边，连亲情都可以不管了。又在背后说我了，你们还说不够啊？你们到底要骂我骂到什么时候啊？大姐，我们哪有骂你啊？你们在说啊，我开除家福不顾亲情，以为我不知道啊？我们不是在说你啊，我们在谈二姐跟兰娜的事。兰娜离家出走，你知道吗？吴文刚告诉我，本来我要问他们啊，拉拉怎么样了，他们看都不看我一眼就走了。二姐夫赶着去赚钱了。我们刚才在谈这件事，娜娜不见了，他们却想着赚钱第一。还有啊，娜娜因为被挂了一巴掌，就说要报警抓自己的母亲。所以我们在感叹，这个世界真的是变了，变得亲情无价。是啊，我们刚才就是在讨论这件事啊。Sorry 啦。我还以为你们在为家福打抱不平。昨天晚上你们也看到的，他没大没小跟我呼呼喝喝啊，眼里啊根本没有我这个大姐。如果我不这样对他的话，以后他不会尊敬我的。对啊，这件事情呢，我是支持加喜的。像上次哦，一个校长拿布子打女学生的头啊，结果教育部知道，立刻把他调职。那错就是错，要接受惩罚吗？ William 说的对了。不管呢是学校、家里还是店里，都要有规矩、有纪律。不要说家福，就拿雅欣你跟我吧。虽然我们是一起负责这间店，但是如果我们犯错的话，同样要承担。你说对不对？我知道你们希望家福回来，不过既然我已经做了决定，就不能出尔反尔，要不然以后我是很难做事的。对啊，那就好像校长打学生的事情呢，舆论说呢要让校长回学校去，可是教育部坚持要把校长调职，
没有轻易向舆论屈服的。就是咯，如果轻易的屈服的话，那以后每个人都可以跑出来指责说啊，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那样做，以后什么都不用做了。其实啊，所谓的舆论还不是那些媒体炒作出来的。就像上次啊，我们的店被令暂时停止营业，还不是因为他们唯恐天下不乱，新闻啊写到大大的。如果换成这间店是他们的，你看他们会不会提？他们连个屁都不敢放啊。所以我说了，天底下哪有公平这回事？所谓公正啦、客观啦，全都是自己骗自己的。就是咯，就是咯。连媒体都中飞弹了。好，谢谢。能者多劳。高先生，你才是能者多劳。对不起。你没有看 close 吗？我们还没有开始营业。哦，我知道。请问罗嘉喜小姐在吗？她不在。那没关系，谢谢你啊。回来嘛，高先生。罗小姐。哎，那么早？啊，我昨天还打包了一份炸鱼给儿子吃，他非常喜欢。是吗？刚巧昨天我不在啊。哦，今天我儿子要去英国了，我想打包一份炸鱼给他上飞机吃。好啊，几点的班机啊？10点20分。不过现在我得走了。可是我们还没起锅。哦，那没关系，等他回来再带他来吃吧。好，拜拜。哎，高先生，不如你先去机场办手续，我现在马上炸好送过来，时间上应该赶得及的。那不好意思，太麻烦你了。不会的，这里离机场很近，15分钟就到了。是 Terminal 1还是 2呢？1。好，炸好马上送来。那真的太谢谢你了。不要客气，你先去机场吧。那好，拜拜。拜拜。William， 快点去炸薯条。那么早炸会漏风的。那先炸一点吧。你真的要送去机场啊？是啊，这是 service 吗？我们又不是卖披萨送外卖的。叫你炸就炸上那么多话，快点去啊！哦。美丽，好，准备热油炸鱼。哦。手脚放快点，人家赶着上飞机的。我上去换件衣服，家里你们应该准备好了啊。哦。呀西呀，大姐跑去换衣服嘞。你都没有看到她的笑容啊，笑得像蜜糖一样，八成是陷入情网了。如果大姐真的陷入情网就好了，起码她的心情会好一点啊。还有啊，我们的耳朵会清静一点吗？哎 ，William， 你要干什么？炸薯条啊。马铃薯都还没削。哦。大家早安。哇，家福，你穿得这样说要去哪里 ？Interview。你要去面试工作吗？怎么昨晚没听你提起啊？我早上才看到 Today 的征聘广告。什么工作啊 ？Harvey Norman 在请总裁，我想去试一试。啊，你要做总裁啊？你别听他胡说啦。还是二嫂了解我。我先帮他卖家私，卖得好的话，我不是可以升经理了？升了经理之后，我就能升副总裁；升了副总裁之后，我就有机会升总裁了。好啦，那我祝你的面试顺利，未来的总裁先生。是的，我的口才这么好，哈密诺们不请我的话，是他们的损失。小姨，兰娜，那喝水。兰娜，你也真是的，你就为了这么一点小事，你就离家出走啊？小姨，你这样还说小事？他差一点就把我的牙齿打掉了。我活到那么大都没有被这样打过。你们这些孩子啊，就是打得少了，所以才在被打被骂以后就说什么要跳楼。我只是随口说说，你千万不要当真啊。小姨，你放心吧，我才不会那么笨跑去自杀，我还要享受人生的。你快回去吧，你一个晚上没回家，你爸妈肯定急死了。我不管了，我连手机都不开，让他们去跳脚。你呀，小姨，我不是来这里听你教训我的。那你来找我做什么？跟你借钱喽。不行，你乖乖听我的话，回家。小姨，如果我这样回去的话，我妈咪一定会看扁我的。怎么会呢？
你是你爸爸妈妈的宝贝女儿，你不回去，他们才急呢。小姨，现在我不是他们的宝贝，也不是 Patrick，OK？他们的宝贝啊是钱，时时刻刻都是想着钱。只要花他们多1分钱啊，他们就好像 porcupine 刺猬一样，所有的刺啊都站起来的。不管怎么说，你还这么小，离家出走就是不对啊。如果我给你钱，那我不赞成你这种不对的行为吗？小姨，连你都不 support 我。安娜，你乖乖听我的话回家，我就送一样东西给你。你那天不是说你也想要一个新的 MP3 吗？算了，小姨，连你都不支持我，那就算了。我还以为你会了解我，原来你跟他们一样的，整天只会叫我乖乖，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我听了都要打哈欠。娜娜。 Hello， 我决定了，做。如果我追求你，你会不会接受？对不起，对不起，不应该我说对不起才真的，是不是吓到你了？真的是吓着我了，你真的会开玩笑。我不是开玩笑，我是认真的。可能我在商场打滚惯了，喜欢直接一点，不想拖泥带水。没关系的，你可以直接说出你的感受。如果认为我们可以发展的话，我当然很高兴啊。要不然也不用浪费彼此的时间。老实说啊，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自从我跟我先生离婚以后呢，就决心不再谈婚论嫁了。可是你还年轻啊。要找一个适合的对象谈还容易呢，所以我只希望呢能够好好培养我的女儿，最重要啊是为她赚一笔留学的费用，那是我最大的目标了。我明白了，谢谢你对我的坦白。你放心吧，我不会打扰你的。哎，我不是这个意思。那，既然你那么坦白，那我也直说，我对你印象蛮好的，我们可以继续交往啊 ，Why not？ 真的啊？那太好了。哦，对不起啊，刚才有个重要的午餐，一时赶不回来。没关系，有弯弯拔刀相助嘛。Hello， 妈咪，我到双语嘞。是咯，反正考完试，店里忙就要帮啊，不要饭来张口，钱来伸手。给妈妈骂2句啊，就要报警。妈咪，二舅妈在打电话给娜娜嘞。Hello， 拉娜，我是二舅妈，你现在在哪里？大家都很担心你啊，无论如何打个电话给我好吗？雅喜，怎么啦？他还是不接电话。唉，现在的小孩子啊，真的是很会耍性格啊，一点都不像温温那么乖。唉，有什么办法？现在才紧张啊，已经太迟了。我以前常跟佳玉说，要好好管教那2个孩子，尤其是拉娜，可是她偏不听。佳玉早就应该听你的话啊！你看温温多乖巧，一点都不用你操心哦。小孩子啊，应该从小的时候教起，特别是那些传统价值观，要越小教越好。现在的小孩子啊，读的都是那些啊美国来的故事书，13、14岁的小孩子啊，就 kiss 来 kiss 去，开口闭口就是 sex， 这样下去啊，不学坏才怪啊！所以我说一定要用我们东方传统价值观来平衡它。以前我好心开了张书单啊，叫佳玉去买给小孩子看，好像女娲补天啊、嫦娥之类的书。可是她却说啊，大姐这些书那么 boring， 我看了都想睡觉啦，拉娜怎么会看呢？可是妈咪啊，这些书呢跟《哈利波特》和《BBC 的卡比起来啊，信息的确是少了很多嘞。那又怎么样？他们不读就用逼，小孩子容易教啊，不会动不动就反抗。到了13、14岁啊，那就难了，那个时候最叛逆了。12岁以下还可以打骂，过了这个年龄，你就要讲道理，这个时候才打骂他，哼，他不说报警才怪呢。那妈咪，我已经超过12岁了嘛，所以就不用被打，明白了对不对？你以为打骂孩子不用力气的？我每次打你一次，不用死多少细胞啊！对咯，以前我妈骂完我们啊，她就说我头发白多几根了。你说到白头发，我最近真的好像长了很多白头发耶。来，请帮我看一看。
好啦，疏疏漏漏几根。哈，这样看都看到几根啊？那仔细找不是100-200根。哎呦，最近从早忙到晚都没有时间去做护理，不要说头发，连皮肤都差了。还有啊，我的胸好像下垂了。哎，胸大就是有这个烦恼啊。不会啦，大姐，你还保持得很好。对呀，大姐啊，你该挺就挺，该大就大嘞，一点都不像超过40岁的女人。你不是第一个跟我这样讲了。哎呦，我真的要找时间去做 SPA、facial 啊，跟我的头发了。你干嘛看我看到这样啊？妈咪啊，你今天好像不一样嘞。什么不一样啊？很风骚骚你的头啊！哼。假期到了，你有没有想到要去上什么课啊？没有，我不要上什么课了，我要趁这个假期呢好好休息，还要写一本书。哇，温温，你这么小就要写书啊，厉害哦！你要写什么书啊？我要通过我的眼睛呢来看 Daddy 妈咪，明年啊就是他们认识的18个年头了。我要把这本书送给他们，还有啊，作为我告别童年岁月，变成少女的纪念。哇，好叫人期待啊！既然你那么空闲，就帮我上网查查这个集团的资料。如果有这个人的资料呢，也顺便帮我全部打印下来。高志安，妈咪，你查这个人干什么？我叫你查就查，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哎，你不是约了朋友看电影吗？有没有钱啊？有。那多拿5块钱去，不要人家又吃又喝，你可怜兮兮的在那边看呢。谢谢你啊。哎，雅琪，你不是约了你妈妈吗？你还不走啊？没关系，时间还早。大姐，我今天要去拍结婚照，我想早点走了。走啦走啦，不过记得啊，打电话提醒大哥，他这个人很笨的，分分钟会忘记你在等他拍照啊。会的啦。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妈咪今天真的是不一样啊，心情好像特别好。哎，你们说会不会是那个高志安想追求你妈咪哈？有可能啊，我妈咪这个人啊，喜怒形于色的，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她讨厌还是喜欢一个人的。哦，我知道了，你妈咪一定是喜欢那个高志安，要不然呢，怎么会去机场送杂鱼呢？还有啊，她显然是跟他去吃午餐。有这个可能啊？没有可能的。哎呀，你吓了我一跳啦！那你这个人哦，到机场去送他的孩子出国吗？可见这个人是有老婆的。真可怜呐，小小年纪就要自己一个人搭飞机去英国了。大姐，你说的是那个高志安的孩子啊？小学5年级啊，就送去读寄宿学校。你妈的孩子真的很可怜的。啊，他没有妈妈？那他妈妈呢？死了。喂 ？Yes。Yes。惨了惨了，妈咪啊，真的好像是看上那个姓高的了。咦，大姨，你整天说这里痛那里痛，还老是烟酒不离口。这里有个孕妇啊，好心你不要再抽烟好不好？我就知道有孕妇，我才躲在这里抽。我这个人呐，很自动的哦。好啦，不要抽了，继续听电话啦。电话？一个女人打来的，说一大堆马来话，都不懂她在讲什么，只听得懂她说什么沙巴沙巴阿凤阿凤，不是找你找谁呀？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哎呦 ，Hello。Macam mana awak dapat nombor telefon ini? Sayang tak mau pulang. Lebih baik saya mati di sini. Bagaimana ya sayang baik di sini? Saya tak mau pulang. Tengok muka awak. Saya di sini. Sangat gembira. 到底说什么啊？什么马蒂马蒂是不是死啊？其实我的马来文啊也是有限公司的，他大概是说在这里很开心，死都不回去喽。啊，那不是他死，是我们死哎。Sekarang tamu jangan banyak. Awak jangan telepon saya lagi. 大姨呀，谁打电话来呀？我媳妇。她不是华人咩？是当地的山地人。哦，那打来干什么？问我什么时候回去，很多老顾客怀念我。我说我要挽救快乐月，怎么可以回去？
我既然这样，你应该赶快回去。不行，现在快乐鱼刚刚有起色，正需要我的帮忙，哪里可以这样跑掉？哎，美丽，刚才你炸的一块鱼真的是很硬啊，我看到人家吃的真的很辛苦。还有一个女人说她炸的很油啊，还有另外一个。我要去拍结婚照了，有什么事你今晚才跟我说好不好 ？OK， 拜拜。哎，美丽呀，你拍照的时候最好不要拍到肚子，要不很难看呐。要拍全身照的时候最好用一朵花这样遮一遮，这样遮一遮，要不大爷，你看那边。人呢？小林，美丽，你来啦！今天生意怎么样？很好，你看不到一点都卖差不多啦。那很好啊。哎，我拿点米粉给你尝啊。你炒的啊？是啊，这2天啊，一直有客人来买我们的炒米粉，可是我们已经没得卖了，我觉得蛮可惜的，所以决定呢，从明天开始自己炒一点米粉过来买。可是我又怕味道不好吓走客人，所以就先炒了一点给熟客尝一下。你试一下，怎样啊？你可以放一点鱼露，这样吃起来会比较甜。哦，哎，对了，嘉荣呢？哦，在后面呢，跟朋友聊天。那个男人这2天老是来找龙哥，贼眉鼠眼的。我看他2个眼睛啊，老是盯着女人的胸部，讨厌死了。是吗？到底是谁？大家都看好6号太子爷，只要你龙哥说稳死啊，结果真的就死翘翘了。龙哥啊，你真的料马如神啊！当然啦，哎，你知道现在他们叫什么吗？叫什么马场之父嘞？马场之父，对呀对呀，你说哪匹马越赢，果然一炮就轰出来了。不是马场之父是什么？可惜呀，这一次我们没有吃多一点，要不然啊可以捞多30-40千的。哎呀，我们刚开始出来做bookie哦，野心不要太大，先 testing 一下嘛。哎，这2天哦，我们有10多千了，已经很不错了嘞。Hello， 大嫂，吃饱了没有？吃饱啦，这么早就喝酒啊？天气热嘛，喝杯啤酒凉爽一下啊。罗哥，先走。那 OK， 拜拜。啊，大嫂，拜拜。哎，黑子来找你做什么？碰到不是喝2杯咯？碰到？我看不是吧？听说最近常常来找你，你以前不是跟他是死对头吗？为什么现在整天泡在一起啊？你没有听说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呢？很厉害哦，会跟我说大道理。不过有些人是永远都不可以交朋友的，像黑子就是这种人。你以为我是3岁小孩子啊？交朋友也要你教啊？因为你头脑简单嘛。如果没有我提醒你啊，你早就给人家利用了。你还记得上一次啊，你给人家利用去印度这件事吗？我表我这么久的事你也拿来提呀？哎，我现在没有这样笨哦，头脑也不会简单了啦。你知道吗？就我走到哪里哦，人家都龙哥前，龙哥后，很 respect 我的嘞。当然啦，你整天请人家吃饭喝酒，人家不就跟你称兄道弟咯？还说不是头脑简单。哎，我跟你讲，我会吐血嘞。不要再喝了啦。龙哥，店铺已经收拾好了，这是今天收的钱。哦。小林啊，以后呢，每天的账交给我好了。哦。哇，你这什么意思？我做马票的钱你要拿，现在做生意的钱你要拿？我只是帮你看管而已嘛，又不是要吞掉你的钱，你这么紧张做什么啊？你整天跟那些猪朋狗友混在一起呀，我不跟你看紧一点，就算有金山银山都不够你花啦。是啊，我也觉得你这人呐，不大善于理财哎。如果真的要被别人骗的话，我想防不胜防吧。不过还好有美丽现在帮你打理，不错啊。哎呀，你们女人哦，真的很烦呢。算了啦，算了啦，你要什么 OK 咯，你拿咯，你拿咯。喂，你要去哪里？回家睡觉啦。去啊，死人头啊！你真是给你妹妹说中了，整天糊里糊涂的。我们今天要去拍结婚照嘞。是今天咩？不是今天是哪一天啊？连拍结婚照都会忘记，你是不是很不想跟我结婚？哎，我哪里有这样讲？那你记得我们哪一天结婚吗？当然记得啦。好啊，那你说哪一天？你到底要不要拍的？要拍就走啦。喂，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到底记不记得的？喂。OK， 新郎新娘再来一张。
还没有完呢。OK， 来看镜头啊，看。OK， 新郎笑一笑。OK， 笑自然一点。OK， 不可以，新郎你的笑容太假了。哇，这样笑不可以，那样笑不可以，哎，真的是给你搞得皮笑嘞，这样笑可以吗？等一下，老大，笑容是要发自于内心的，所以呢，你现在往心里头呢开始想，你很快就要当人家的老公了，当孩子的爹喽啊！你现在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你只要这样想，你笑容就很自然了啊！再试一次，快点。OK， 我们再来啊。OK， 好。哎，你干嘛笑得这么苦啊？哎，我要做老公做老爸嘞，很像一个乌龟背着一个乌龟壳这样，你要我怎样笑？喂，什么乌龟背乌龟壳啊？你有的做我的老公啊，有的做孩子的爸爸，不知道多心里，人家要啊都没有了。是啊，大哥，结婚是喜事嘞，一定要笑的。哎呀，人家讲我不笑，不要哭啦。摄影师叫你笑你就笑啦，这样啊。你都讲他是摄影师了，我给钱的嘞，是应该他听我的还是我听他的？哎呀，这样可以了，来拍拍拍。OK， 可以了。你们可以去换你们的韩国装了，新郎新娘。OK。哎，我阿龙不说过穿龙袍做了皇帝就好了吗？为什么还有什么韩国装的？拍照是这样的吗？每一个国家的服装啊都要拍一下的。哎，结婚呢，以为做 fashion show 啊？那有没有非洲装？叫你换就换啊，那么多话。哎呀，麻烦呢。谢谢。老大也真是的，结婚比人还要麻烦。可能是他不习惯穿礼服吧。我看不是吧？最主要的是啊，他觉得自己是被逼结婚的。不会吧？怎么不会？你都没看到结婚大大小小的事都是美丽一个人在打点，老大一点参与感都没有。不管怎么样，美丽姐都怀孕了，大哥一定要负起这个责任。所以他刚才苦笑啊。其实我觉得，美丽姐对大哥很好啊，处处为他着想，为他打算。大哥应该珍惜他的。二嫂也是这么跟我说。他叫我要好好珍惜你。我听美丽姐说，你离开快乐鱼啦。啊。我去哈密罗门面试，他们录取我了，叫我下个星期一开始上班。那很好啊。所以这2天还可以好好休息。你能不能拿假？我们一起去曼谷好不好？现在廉价航空公司的机票很便宜，才100多块钱而已。不行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明天我就要去名丹岛了。我不是叫你不要去吗？你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啊？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答应人家不会出尔反尔的。不如这个样子，你陪我去好吗？我没兴趣。那你到底想怎么样？你要我跟你说多少次？我就是不要你跟那男人去什么名丹岛的。我觉得你很无理取闹哎，而且连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啊。没错，我是不信任你，因为我觉得你变了。你以前怎么会想要当什么模特啊？怎么会随随便便就答应跟一个男人出国？可是现在呢？人家只说一声可以让你照片登上杂志，你就什么就听人家的？那你是说我世界简单对不对？难道不是吗？没错，我曾经是一个从港播出来、思想简单、什么世面没见过的女孩子。可是现在我知道自己要什么了。如果你还希望我像以前那样，对不起，我办不到。这一次我非去不可。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如果你还是坚持非去不可的话，那我们就到此为止。
好。终于等到结束，爱退回原处，该愤怒还是该认输？爱到那么投入，却不得不无助的向距离屈服。终于还是等到了落幕，无奈的退出，相隔两处，心变得孤